这浴霸装一个老费劲了，价钱我也就不说了，上回已经说过了。打4根吊杆，安装4个挂件。点转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本来今天上午要干4家活的，这家就没有在计划之内。客户半上午打电话说这边在吊顶，吊顶师傅呢说，如果吊完顶以后，像你这个浴霸就装不了了。看这个房子很眼熟，原来刚过完年的时候我来这边干过活，当时做的这个壁挂马桶，提前把这个水箱已经预埋进去了。这可早以前了，这个后期装马桶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浴霸，这是一款科勒的浴霸，这个浴霸之前也装过2台。哦，这一款，哦。去年在那个御景院装过2台，它是石膏板吊顶，最后尺寸就小了，最后我给切了洞，光切洞花了200块钱，开孔费，安装费另算。安装这款浴霸和厂家要开洞尺寸，那个尺寸有点小。这浴霸装一个老费劲了，价钱我也就不说了，上回已经说过了。打4根吊杆，安装4个挂件，还是那种集成蜂窝大板，安装就麻烦。就这样的浴霸，大家装一个，觉得应该收多少钱合理？大家打在评论区。做一个鲜明的对比，这是6个粗的吊杆吧，这也是，看一样粗，这也是6个粗的。但是套管就不一样了，这个细，这个粗，这就打10个的孔，这个打8个的孔。所以说我们安装的时候要备2种钻头，虽然是一个6毫米的吊杆，你遇到这个打8个的，遇到这个你必须打10个的，这就是区别。但杆是一样的。这出风口，好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吊顶，就是这么大的板子，这个板子如果全部封闭好以后，这个浴霸就装不上去了。这个吊顶的师傅呢非常的负责任，也有一定的安装经验，知道安这个大板再装这个浴霸就很难再装了。所以通知客户在吊完顶之前呢，一定要把这个浴霸安装好。我这边呢也是推掉了1家活，可以过来和吊顶师傅配合，把这个浴霸装上去。师傅开孔的时候特意开大了5毫米，这样就好安装了。这个吊杆是厂家自带的，一般正常深度的话，这个吊杆都够用。4个挂钩已经预组好了，然后我们确定了安装的方向，然后在顶上确定打孔的位置，吊个线。我这样只是用尺子做了吊锤了，大概判断一下这个打孔的位置，有一点偏差呢，这个也无所谓。打孔呢，我们用的是10毫米的钻头，因为这个脏管呢比较粗。就这个洞，我们打吊杆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顶子全部封闭好，我们吊杆是打好，这个机器怎么推上去，然后螺丝怎么紧，这样的大板简直就没法弄。这个位置是机器的接线盒，我们打开接线盒，要给它接2根线进去。这款机子接线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只接一根灵火线，也没有控制线，相对比较简单。用的线是客户家的2.5平方的，这个应该足够了。盖好接线盒，我们先试一下进得去进不去。和业主家又找了一个梯子，这个活呢1个人没法干。4个挂钩提前都组好了，看这个样子很难进得去。果然进不去，只差那么一点点呀。哎，就差这么几毫米，就卡在那里了。本来想省点事儿，上去以后就不用单独拧这个挂钩了，没有办法，拆了吧。还有一边的这个出风口，这个也要拆掉，进不去。
提前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上面，一会儿我们在上面操作。这边把机器推进去，这个要业主的配合了，一个人没法干。机器推上来以后，我们先固定一边，然后我这边呢要固定那2个挂钩，挂钩呢固定好以后，再把这个4根卡进去。为了争取时间，先拧一个螺丝，先把这个钩挂上去。现在有3个钩挂着，主机就可以松手了。挂好以后，我们就不着急了，慢慢去调节这个螺丝，把主机和顶调平。最初我们做集成吊点的真正意义呢，就是方便拆卸，方便我们检修。现在经过各大厂家的研发与升级，已经把这个集成吊点的真正意义丢失了。像这个后期水电，还有下水管，包括这个浴霸，后期涉及到维修的话，那就难了。这个浴霸已经装好了，现在师傅可以封顶了，测试没有问题。本以为只有1个，没想到呀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我的汗都出来了。啥也不说了，干就完了。这个卫生间相对小一点，这个距离比较近，这个还好安装一点。2台装了差不多将近2个小时了，我弄好了，师傅就可以封顶了。关键是你给力，关键是你给力，真的。关键是你给力，关键是你给力，要不然我那。吊顶师傅的技术呢非常专业，是特意从市区过来的，能为客户考虑后期的安装问题，这个必须给他点个赞。现在已经中午1点多了，师傅说他下午还要回市区，市区的话下午还要干家。我们也收工了，回家吃饭。